告诉我你的名字。张三。女子起身捡起散落的衣裳，背着药篓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陛下这是明摆着被人夺了清白呀！短短3天，2个意外。先是发现自己怀了，错把堕胎药喝成保胎药，然后得知自己是平阳侯府被报错的真千金。左右家里是开药铺的，他给自己配了一副堕胎药，亲自煎好了喝下。但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药喝错了。哎呀，天杀的！我的翠翠怎么流产了？哪个龟孙子干的？别让老娘抓到，要不然老娘弄不死你！好不容易揣了崽，胎相却不太稳，有流产迹象。生下来我养。孩子麻烦。哎呀，能有多麻烦？你老妈我不是把你给拉扯这么大了，没缺胳膊没少腿的。捡到宁恒的时候，宁娇26岁，本硕博8年刚毕业就从现代穿越到异世。对了，乖，你睡的时候看清楚没？那男人帅不帅？腹肌有木有？时间长不长？帅，8块，挺长。那不就得了，就当屈父留子了。都怪那坏了心肝的接生婆子，竟敢偷龙转凤，让小姐您在外蹉跎，受苦多年。夫人茶不思饭不想，如今憔悴的不成样子，特遣老奴来接大小姐回府。半个月前，当今圣上极为疼宠的表弟瑞亲王病重，景行帝决定为其赐婚冲喜。真假千金？哼，真是好老土的套路啊！大小姐，您看这……容我收拾下东西，下午启程。是，老奴等您。那这位夫人……哎，那什么，我就是个闲杂人等，不重要。大小姐回来了，老爷夫人，大小姐回来了。原来这才是平阳侯府的真千金。听说啊，刚出生就被接生婆子调换了，也是命苦，流落荒野这么多年，不知如今是何模样。从小在乡下长大，做惯粗活累活，目不识丁，怕是难融入侯府啊。这乡野长大的真千金，容貌气度竟如此出众，丝毫不逊色于京中世家小姐。这身段怎么看着竟像是个有孕之人。大小姐一路辛苦了，夫人已在厅中等候，您随老奴来。恕老奴多嘴，大小姐，您这身子可是近来车马劳顿，有些不适。瞧着这腰身似乎……无妨，只是有了3个月身孕而已。这侯府流落在外多年，就等着给瑞亲王冲喜的真千金，竟是怀着身孕回来的。母亲，姐姐会不会不喜欢我，怪我抢了她的位置？我愿意把一切都还给姐姐，我不求吃住有多好，只要父亲母亲别赶我走。胡说，你也是母亲的女儿，哪里也不准确。至于她，既回来了，侯府自然不会短了她的吃穿用度，只是规矩礼仪总要慢慢学起来，免得日后出去丢了侯府的脸面。老夫人、侯爷、夫人，大小姐的车驾已经到了侧门了。快着人请进来。是。宁恒见过老夫人、侯爷、夫人。既回了家，往日种种便休要再提，日后需谨言慎行，恪守家规，莫要失了侯府体面。侯爷说的是。好孩子，快过来，让祖母看看，小脸这么白，可是路上累着了。还好。这时外面隐约传来几阵压抑的窃语声。如此喧哗，是谁这般没规矩？侯爷恕罪，是大小姐。老奴方才听闻
大小姐她吞吞吐吐，成何体统？怎么了？大小姐她已有3个月的身孕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混账东西！你竟做出如此不知廉耻、败坏门风之事，真是个孽障！孽障啊！侯府的脸面被你丢尽了。说，奸夫是谁？立刻把这孽种打掉，绝不能让这污点留在世上，辱我薛家门楣。打掉？为何要打掉？这是王夫的一父子，名正言顺。侯爷，你女婿尸骨未寒，你不要杀他唯一的血脉吗？胡诌就得了，谁知道他到底嫁没嫁人？王夫也是3媒6聘娶我归家，奈何夫君在行商途中被马匪所杀，如今只留下了这个未出世的孩子。侯爷竟要让我打掉，真是好没道理。还是说，这偌大的侯府竟容不下一个守寡归家的女儿和她未出世的孩子？那早说啊，倒多劳累我回来这一趟。等等，毕竟让这个女儿归家的唯一用途就是顶替婉姐儿去给瑞亲王冲喜。没人赶你离开，你既是侯府女儿，自然不能流落在外。我住在哪？如今空着的还有梨塘院，快去找几个得力婆子，立刻将梨塘院收拾出来。他在路上走了半个月，抵达侯府至今，这位亲生母亲才想起要给他收拾屋子。娘，让姐姐住我的锦华院吧，我愿意把院子让给姐姐住。一切都是我儿的不是，占了姐姐这位置这么多年。胡说，锦华院你住了18年，一草一木都是熟悉的，怎好轻易搬动？你身子弱，哪里经得起折腾？可是锦华院更加宽敞，离娘的院子也更近。我只是想让姐姐住得舒服些，能和母亲多亲近亲近。是不是有那起子乱嚼舌根的下人在你跟前说了什么？没有的事，母亲，是我自己觉得亏欠了姐姐，心中难安。行了，别演了，没人稀罕你的宽敞院子，我从来不用别人用过的东西。我困了，梨塘院是吗？来个嬷嬷带路。你何必如此疾言厉色？婉儿也是一番好意。夫人，若是我从小养在你的膝下，有父母兄长疼宠，定然也能温言温语，要多乖顺有多乖顺。但你未教养我1天，入府至今也未表示过任何关心，你怎知我为何如此疾言吝啬？行了，先下去休息吧。大小姐，请随老奴来。二小姐，您且宽心，夫人必定是向着您的。春轩，把这个坠子交给端王世子，说我愿意见他一面。好一个薛红远，真是全然不把朕放在眼里。大师，若朕给云珏另择贵女赐婚冲喜，可行？阿弥陀佛，陛下，天命所示，珠联璧合。薛氏女宁恒之八字与王爷乃是天作之合，若强行更改，恐于王爷玉体大不利呀。表兄，母亲不必动怒，既然大师说非他不可，那便让我们见一面吧。怀瑾，你可知她？我知，她一个女子流落在外18载，能谈婚论嫁，找个核心夫君本是寻常事，可是只可惜跟我一样造化弄人。静儿，说什么呢？你定然能平安无恙。表哥，让我们见一面吧，我不想破他。说他愿意烦请表哥赐婚，就算我那天去了，但有秦王府庇护，也不至于让孤儿寡母受人欺凌。好，朕帮你安排。恒儿呢？可是身子不太舒服。回老夫人，小姐，
小姐说她如今有孕在身，须得静养，让膳房把早膳端进房里去用，就不来了。简直是不成体统！才回来1日就这般骄纵，眼里还有没有长辈？父亲别动怒，姐姐如今是双身子，金贵些也是有的。左右婉儿也不饿，我给姐姐送早膳去吧，也免得姐姐饿着。坐下。婉姐儿，你不必去。果然是乡野长大的，没半点规矩。怀个孕，倒在家里摆起架子来了。规矩？若不是你当初失了谨慎，何至于让恒儿流落在外？如今倒谈论起规矩，亏你也是当爹的，当真是一个好慈父。母亲，我还吃什么？胃口都被倒没了。老爷，宫里来人了。德福公公，怎么劳烦您大驾光临？薛侯爷有礼，咱家奉陛下口谕而来，大小姐可在？在，只是小女尚需更衣，劳公公稍后片刻，快请正厅上座。大小姐，这是侯府，天子脚下，不比您在乡下，没规没矩的。您若是再这般粗鄙行事，不仅会让贵人笑话，还会让侯府蒙羞，还望大小姐自己掂量掂量。掌嘴。您说什么？我让你掌嘴，你耳朵聋。大小姐，奴婢是奉夫人之命来唤您起身，是您自己磨磨蹭蹭，耽搁时间，奴婢何错之有？既然你唤我一声大小姐，我便是主子。主子说错了，那就是错了。莫不是你觉得我说的话没有分量，一个嬷嬷都敢犯上？侯府的规矩当真是好，说出去不怕外人笑话当家主母御下无方，让侯府蒙羞吗？不知嬷嬷可曾担待得起？在宁恒的注视下，不轻不重的往自己脸上裹了一下。大小姐，够了吗？不太够呢，只得又连抽了自己好几下。行了，都红了。嬷嬷不愧是府里的老人，手劲儿也忒大了些，对自己都这般狠。走吧，不是宫里来人了吗？别让贵人等急了。老爷、夫人、德福公公，大小姐到了。薛大小姐，陛下口谕，请您至瑞亲王府一叙。我姓宁。薛宏远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。宁小姐，咱家等您梳洗片刻。不用，就这么走吧。你这像什么样子？还不快回去换身得体的衣裳，仔细冲撞了王爷。要么就这样去，要么不去，你选。瑞亲王找我何事？他简单将瑞亲王并重，陛下欲赐婚冲喜。你们皇室中人竟也是孟德之流？谁是孟德？一位圣人，专好人妻。宁小姐，咱们到了。这位瑞亲王长得倒很是符合他的审美。高山流水，难觅知音。薛小姐，请坐。叫我宁恒就好。宁恒从善如流的在他对面坐下。你知道我曾经嫁过人，如今还怀着别人的孩子吗？那您可知我性脉已绝，哪怕侥幸活过今年，也时日无多。其实咱们半斤八两。先告诉你，我不会侍奉夫君什么的，每日必定睡到日上三竿再起床。你若不能接受，咱们也不浪费时间。当然没问题，因为那时候我可能也还没醒。很好，他喜欢他的幽默感以及这同步的作息。我养了只猫儿，长得稍微有点胖。你府中有空地方吗？譬如竹林什么的。他平时就爱上蹿下跳。有，后院有一大片竹林，清幽雅致。手给我。宁恒3根手指搭上他的脉搏，却是一副油尽灯枯、命不久矣的迹象。我给你扎2针吧。殿下，
真的让王爷娶这位吗？那原先的薛二姑娘，好歹曾是九公主的伴读，在京中也颇有才名。切，不知道是哪里冒出来的山鸡，也配得上我的景儿？若真如慧通大师所言，冲喜有用，能让王爷的病好转，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但愿吧。这个时辰，王爷的药应该快熬好了，奴婢去瞧瞧。可还没走几步，随即整个人软软的瘫倒在地。刘嬷嬷，嬷嬷，你怎么了？来人，快传太医！殿下，今日太后奉体抱恙，太医院多数的太医都去了慈宁宫侍疾，还有几位是专门侍奉陛下的，坚决不能动。若是为了一个嬷嬷去宫里要人，恐怕会惹来非议，甚至被御史参奏。一群废物！宫里没有太医，就去外面找，把京城最好的大夫都给本宫找过来。是，奴才立马去。几个被请来的京城名医围着嬷嬷。如何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可有良方？回殿下，嬷嬷这个症状凶险异常，老夫学艺不精，实在无力回天呐。一群废物！本宫亲自去宫里找太医。我试试吧。你懂医术？略懂。从随身的小布包里拿出一粒白色小丸药，撬开刘嬷嬷的牙关，将其压在舌下，然后取出银针，精准地刺在几个穴位。暂时没事了，后续需要静养。我开个药方，按方抓药，3碗水煎成1碗，早晚各1次。嬷嬷这是什么病？针心痛。针心痛，原来竟是此病，我从医近30年也未曾见过呀。如果不是宁恒从小跟着他娘宁娇学习现代中西医结合的精粹，今日刘嬷嬷不死也半瘫。近期卧床，按时吃药。殿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等等。母亲，今日阿恒也累了，先让他回去歇息吧，以后有的是时间相处。这都叫上阿恒了。今日多谢你，回去好生休息吧。如何？我觉得很好，他也同意了。只要你喜欢便好。还劳烦表哥亲自拟旨，早点定下来，大家都能安心了。行，怀瑾，看开点。看开什么？虽然孩子不是你的，但媳妇儿是。等你身子稍微好些了，早点圆房，生个自己的孩子就是。表哥，不会安慰人，你可以别安慰，真的。你身上是什么味道？好像什么时候他近距离接触过。多半是今天喝的药味，或是在母亲房里染上的熏香。怎么了？好，没什么，许是朕闻错了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好生歇息吧。明日一早，圣旨会到平阳侯府，让宣旨的太监下午去吧。太早的话，或许他还没醒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自有平阳侯府嫡女宁恒，性秉温庄，笃贤礼法，特赐婚于睿亲王陆云珏为正妃，于4月18吉日完婚，钦此。婉儿妹妹，你来了，快请坐。见过世子。哎呀，不必多礼，快坐。半月不见，婉儿妹妹你怎么清瘦了这么多呀？可是有什么烦心事？你告诉我，我替你出头。世子还是别叫我婉儿妹妹了，我如今不过是徐家的养女，身份低微，当不起世子如此称呼。婉儿妹妹，你别哭呀，这怎么能是你的错呢？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那个最好的婉儿妹妹，身份什么的我不在乎的。陆表哥，他今日怎么出来了？他旁边的女子是谁呀？竟从未见过。她呀，她就是我那个刚接回来的姐姐宁恒，陛下新赐婚的睿亲王妃。眼见赫连旭的注意力完全被宁恒吸引，
起身假意要去添茶，却不小心脚下一崴。小心！世子莫怪，婉儿一时腿软，失礼了。没事儿，婉儿妹妹你没事就好，没扭到脚吧？我没事的。世子，其实婉儿今日来此，是有话要想对你说。啊？什么话？婉儿妹妹你但说无妨。其实婉儿早就对世子芳心暗许，只是父亲将规矩看得重，婉儿又自觉身份低微，云泥之别，一直不敢与世子多接触。原来婉儿妹妹你也……我还以为只是我一厢情愿呢。婉儿妹妹你放心，我这就回去禀明父王，让他进宫请皇上堂兄给我们赐婚。我赫连旭定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的。然后他怀着喜悦，蹭蹭蹭就跑下楼。不久后，她就要嫁给这样一个堪比狗熊的草包。服装嬷嬷如何？好多了。刘嬷嬷原来是我母亲的乳母，身份不同寻常仆婢。先前仓促，母亲正想送份谢礼到平阳侯府，只是不知你爱好。人没事就好，我不在乎那些虚礼。哎，公子，看看这珠花吧，最新样式，给你家娘子买一个吧。阿恒喜欢吗？喜欢。阿恒，尝尝这糖人。还行。阿恒，看看这泥塑。不错。阿恒，喜欢这皮料子吗？可以。阿恒，跟我待在一处，是不是很无趣？还行。其实我平日里除了吃饭睡觉孤捣药材，也挺无趣的。今日就到这里吧，你累了，反正婚期也快了，以后有的是时间相处。好，我送你回府。陆表哥，世子您慢点跑，奴才们跟不上了。哎呀，这是段王叔唯一的儿子，叫贺连旭，比我小上1岁，性格比较直率活泼。他尽可能用了2个褒义的词。令弟长得还真是别致。阿婵，就知道瞒不过阿姐。阿姐好狠的心，我人还在南疆，你就突然抛下我们成侯府千金，还要嫁人了，累得我跑死2匹马才日夜兼程的找到你。如此说来，叫去的该是那可怜的马儿才对。你在此处，阿姐呢？她呀，约莫觉得你在这破落的侯府住不惯，已经着手去置办大宅了，顺便将咱们家里那些见不得光啊，不对，是欣欣向荣的产业都悄悄地迁进盛京来。哎呀，管家妇一个，比阿娘还能操心呢。阿姐，你这肚子怎么肿了？受伤啦？没怎么，就怀了。啊，原来是怀了呀！哎呀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怎么……啊，不对，怀了！我才出门多久，你怎么就能怀了？哪个狗男人干的？我去弄死他！打打杀杀的，也不怕吓着孩子。哼，别人家的孩儿或许会被吓到，但若是阿姐你的孩儿，嘿嘿，那多半是头小霸王龙，以后肯定比我们凶残。哼，哎呀，小乖乖，我是阿婵姨，能听见吗？吱一声。他刚才动了。德福，朕记得波斯前年进贡了一批极品血玉珊瑚和夜明珠，可还在？陛下好记性啊，尚在库房。那血玉珊瑚通体赤红，莹润无瑕，夜明珠有龙眼大小，光滑璀璨，皆是世间罕有。都找出来，加到瑞亲王的聘礼单子里去。陛下，端王殿下在外求见。宣，臣参见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叔请起，看坐。此时前来，不知皇叔所为何事？回陛下，臣此番是为了家中那个不成器的儿子的婚事，想来求陛下一个恩典，恳请陛下赐婚。赐婚？是。
须儿已到了成婚的年纪，家里也该有个知书达理的世子妃操持家事，管束于他，臣也好放心。成家立业确实应当，只是朕若是没记错的话，堂弟心仪的那位薛二小姐似乎并非薛宏远亲生，不过是个接生婆子的女儿，连具体名籍都模糊不清。皇叔可思虑清楚了，这般出身当端王府的世子妃，怕是门不当户不对。陛下明鉴，须儿对那薛家二小姐用情至深，心意无法转还，臣也是实在没有法子了。只要她肯好好成家，日后收敛性子，臣也就认了。既然堂弟情根深重，那朕就成人之美，赐婚便是。不知皇叔可择了良妻？谢陛下隆恩，下月18就是顶好的黄道吉日，宜嫁娶。皇叔可知，怀瑾也是4月18成婚。陛下恕罪，臣并非故意为之，只是这日子是难得的吉日，错过就要再等上数月。须儿也是个心急的性子，所幸薛家2位小姐是姐妹，同一天大喜，也算是双喜临门，一段佳话了。既如此，就依皇叔所求，朕会下旨为端王世子贺连续与平阳侯府养女薛婉赐婚。谢陛下隆恩。德福，朕觉得那聘礼单子还是薄了些，再去库里瞧瞧，还有什么稀罕物件一并加上。王爷，分明8月份就有更好的黄道吉日，您何必要将咱们世子的婚期定在下月18，与睿亲王撞在一日呢？不必多问，本王自有考量。是啊，咱们世子心思至纯，如今心愿得偿，必定高兴，今后必定奋发图强，王爷也能少操些心了。但愿如此。天爷呀，这怕是搬了半个国库来吧？睿亲王不愧是陛下最疼爱的表弟，这一排场举世罕见呐。这平阳侯府也是有教养的，寡妇怀珠2嫁，残花败柳之身，竟也能当王妃，当真是令人罕闻呢。怎的？就允许你们男子3妻4妾左拥右抱，女子为何不能2嫁？就是，这前朝的窦太后还养男宠呢，不照样受万人朝拜？这睿亲王本就是个病秧子，若冲喜不成，谁嫁过去不都是寡妇？依我看呢，与其世上多一个寡妇，不如就让寡妇嫁过去。听起来还倒有几分道理。夫人，大小姐这也太……您可是她的亲生母亲呀，她怎能如此怠慢？终究是没有从小养在身边，比不得婉姐亲厚贴心罢了。既然她这般不懂规矩，我也不必多费心了。这母女情分，想来也不过如此。老爷、夫人、大公子，二公子回来了。果真，大哥和二哥回来了。春雪，快为我梳洗一番，拿那件新做的衣裙过来。爹娘，孩儿回来了。回来便回来，一惊一乍的作甚？没个正形。1个月不见，母亲竟也不想儿子。哎呀，亏我还给您带了城北最时兴的桂花糖糕和瑞宝斋新出的珠花呢。想，怎么不想？就属你嘴甜，会哄人开心。父亲母亲，此去黔南督办漕粮，路途遥远，一切可还顺利？一切顺利，老父亲挂心。哎，婉儿呢？怎么不见他人呀？我都回来这么久了。大哥、二哥，婉儿，你这怎么脸色如此苍白啊？还瘦了这么多，可是病了。娘，你没找大夫给婉儿瞧瞧啊？这怎么能成？二哥，我没事的，只是感染了风寒，养几日便好了。哎呀，风寒怎么能是小事呢？你可是咱们侯府之中唯一的小姐，金尊玉贵的，
不精细养着怎么能成？定是下人婆子们伺候的不用心。父亲母亲，听闻另一位阿妹也已回府，此刻可在院中。阿妹？什么阿妹？大哥你糊涂了，咱们可就婉儿这一个妹妹，你哪来的其他妹妹啊？18年前，母亲生产时被接生婆子调换了孩子，婉儿并非母亲亲生，咱们亲妹妹流落在外18年，前不久刚被寻回。怎么可能？婉儿不是我妹妹，我妹妹是个怀着孩子的寡妇。不，我只有婉儿这一个妹妹。二哥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姐姐她流落在外，过得十分的辛苦，如果可以，她也不想当个寡妇的。婉儿你放心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你亲二哥。那什么流落在外的，我才不认呢。什么老十字妹妹的，既然嫁了人，那就是别人家的，还回来做啥啊？切，徒惹婉儿伤心，平白招人嫌。真是愈发没规矩，夫子教你的人伦纲常都忘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抬眼间却看到厅檐外一女子清凌凌地站在那里，不知听了多久。你是谁？这便是你妹妹薛宁恒。阿妹，我是大哥薛行义，方才。谁知他才刚开口，宁恒竟转身离去。当真是不知礼数，言行失当，自己去院子里站着，反省2个时辰。大哥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说的是事实，你做什么又让我罚站？大哥，你别生气，一切都是婉儿不好，二哥只是太心疼我了，才一时口不择言。你要罚就罚我吧。你去不去？去。大小姐来的刚好，老夫人正念叨你呢。恒儿快过来，到祖母这儿来。宁恒走到榻前，祖母命人给你裁了几身新衣裳，用的是新进的云锦料子。你年纪轻轻的，总穿的这般素净做什么？该穿些鲜亮的颜色才好看呐。下次穿。好孩子，委屈你了。你那父母，也是个拎不清的，别太往心里去。虽然你半只脚都已经是皇家的人了，但侯府终究是你的娘家，祖母还在呢。今日你大哥二哥回府，等会儿祖母领你去见见。见过了。可是这2个小子惹你不快了，是不是邢安那臭小子口无遮拦，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？你别难过，祖母替你教训他。没有，只是不太熟悉，无话可说。武氏本就是亲兄妹，大顿骨头连着筋呐，多相处些时日，自然也就熟悉今后了。祖母，你好生歇息，过段时间再来看您。裘嬷嬷，老奴在。宁恒让丫鬟取来纸笔，略一思忖，写了张药方。日后按照这个方子给祖母抓药，屋内熏香暂时撤了。大小姐，这老夫人的药一直是宫里御医开的方子，熏香也是用了多年，安神助眠的，骤然更换，恐怕……听我的。是。姐姐，有事。婉儿特地来寻姐姐，是想给姐姐说句抱歉。说来听听。先生二哥说不认姐姐，那都是一时的气话，绝非是他的本意。二哥他只是心疼我病了，才会口不择言的。希望姐姐千万不要因为我和二哥闹了嫌隙，伤了兄妹的和气。你不累吗？什么？日日戴着这副面具说话，你不累吗？
18年的骨肉情谊，你在侯爷夫人眼中比我重要，你不必时时装作一副委曲求全的大度模样。难道你是怕我同你争抢什么？你放心，什么侯府富贵、父母宠爱，我都不会跟你争抢。你慢慢喂鱼吧，我走了。下一瞬，重物落水的声音猛地响起。来人呀！不好了，二小姐落水了，快来人呀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吓死奴婢了！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好端端的掉池子里边去了？二公子，刚才小姐过来想给大小姐道歉，两人说了会儿话，不知怎么的，二小姐就掉进荷花池了。岂有此理！宁恒人呢？大小姐已经回去了。薛行安怒上心头，直接就冲向宁恒所住的院子。阿姐，你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快把安胎药喝了，别被我惯你。这孩子命大得很，下次熬半碗就行了。是不是你推婉儿下水的？你明知他风寒未好，身子虚弱，这池水这么冷，你是想害死他吧？你想找死啊？哼，一个丫鬟，好大的口气！你来个试试！宁恒，你为何推你妹妹落水？为何要见死不救？如果是我推的，我为何要救？如果不是我推的，他自己要跳，我何必拦着？你，爹娘，你们听听，他说的这什么话呀？简直是个冷血动物啊！宁恒，婉儿毕竟是你妹妹，即便有些误会，你也不该如此狠心，给婉儿道歉。误会？他自跳自演，诸位看不出来吗？睁眼瞎？不好意思，没有道歉的义务。孽女！扬起手就向山宁恒一巴掌。放肆！你一个丫鬟，怎么敢以下犯上的？我又不是你们侯府的，谁是我的上？大不了就报官呗。爹娘，二哥，不怪姐姐她，是我儿自己不小心才跌下去的。到了现在你还在替他说话，都闹什么？祖母，您来的正好。宁恒他推婉儿落水，还见死不救，您可得主持个公道。主持什么公道？我还没老糊涂的，看不出这等小把戏。一件失足意外，竟闹得家宅不宁。但我死了吗？恒儿怀着身孕，若是下水救人出了闪失，谁来负责？你们一个个不去查清原委，反倒来质问，真是好大的威风。尤其是你，我怎么生出你这样的蠢货？可祖母，春轩说，一个丫鬟的话，你也当真？我看你是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是非不分，冲动妄为。给我滚去祠堂跪着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起来。身子既不好，就少出来吹风。春轩护主不利，拖下去打10板子，以儆效尤。是，祖母。好孩子，受委屈了。跟祖母进去，喝碗安神汤，好好睡一觉。好，阿姐，收拾东西，今天就搬出去。见宁恒没有动作，阿姐，难道你还想住在这侯府里头啊？婚期将近，过不了多久，我就嫁到瑞亲王府了。那么多聘礼，你不嫌麻烦搬，我都嫌。可是你过得不开心。没有不开心，他们还不足以牵动我的情绪。童工也待不了几天，再忍忍啊。我莫不是捡来的，大哥就罢了，祖母下手竟也这么重，我都多大的人了，竟还被打手板儿，这要是传出去了，我在书院里边还怎么混？少爷，
依奴才见，这是归根结底全怪大小姐。她一回来，府里就鸡飞狗跳的，老夫人和大公子都向着她，连二小姐落水了都受委屈。闭嘴！大小姐岂是你能编排的？少爷恕罪，奴才也是替您跟二小姐抱不平嘛。房顶上的阿禅神色已经彻底冷了下来，他手腕一翻，一条五彩斑斓的花色小蛇便从他袖中滑出。蛇，有蛇！这从哪儿来的？快打死他呀！乔国大夫，身子可好些了？多谢大哥关心，婉儿已无大碍，早上喝过药了。以后走路小心些，池边少去，免得再失足掉下去。是，婉儿记住了。邢安，薛邢安满脑子还是那剧毒的恐怖蛇影，反应都迟钝了半拍。阿妹，对不住，昨天是我鲁莽，不分青红皂白冤枉了你，我跟你道歉。恒儿啊，过几日便是佛祖诞辰，祖母打算去云净寺斋戒几日，静静心，也顺便呢给你腹中的胎儿求个平安符。你可愿同祖母一起去啊？好。邱嬷嬷，你着人去准备一样，马车要稳当的，寺里的厢房早些打点好。老奴醒的。那咱们明日便出发。香如，府中一切便交由你打理了。是，母亲尽可放心。祖母，婉儿也想同您一起去寺里祈福。此去舟车劳顿，你风寒未好，又刚落水受了惊，身子正虚，还是在家好生歇息吧。祈福之事，有心即可。可是祖母，婉儿……母亲说的在理，婉儿，你身子本来就弱，在家好生将养着才是正理。再者，端王府送来的嫁衣和首饰样子，你还未细看。婚期将近，若到时消瘦了，嫁衣穿着不合身，岂不失礼于端王府？是，婉儿知道了。阿弥陀佛，老夫人，女施主。有劳反省小师傅酒后。小师傅，老身还想为家中晚辈多点一盏长明灯，祈求平安。阿弥陀佛，老夫人慈悲，请随小僧来。恒儿，你先回厢房休息，或是让阿禅陪着，在寺里随意走走，切勿劳累。好。寺中那棵千年许愿树最是灵验。是啊，听说那城西的王家女，原本嫁到夫家6年无子，被婆家各种蹉跎，来庙里挂了许愿牌后，回家竟然一胎3宝，5年时间生了8个孩子。果真？真的。阿禅，咱们也去瞧瞧。陛下，您政务繁忙，日理万机，为瑞切王点长明灯之事，吩咐臣等去办就可。这何必要年年亲自爬着长生梯呀？心诚则灵，不必跟着，朕出去散散心。写的什么？这是秘密啊！阿姐，走吧。你便是那薛平阳侯府找回来的寡妇女儿？你是？放肆！这是朝阳长公主殿下。见过公主，不知殿下拦我所谓何事？陛下，好像是朝阳长公主。你为什么要欺负薛婉？我何时欺负过她？你还想狡辩？哼，我没亲眼瞧见便不存在了。阿婉是个柔善的，你那些下作手段少往她身上使。既然我与瑞亲王得陛下赐婚，不日便是婚期，按理长公主应当喊我一声表嫂。表嫂？哈，你算哪门子表嫂？我告诉你，陆表兄早有心上人，你若识相就别占着王妃的位置。却见宁恒眼神倏地锐利，猛地朝他伸手。
想干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不过是瞧着有条蛇快爬到公主肩膀上了，好心帮忙而已。喏，如果公主觉得我多管闲事，还给你好了。啊！我不要，你拿开点。宁恒将蛇递给阿蝉，指尖微用力，蛇头便被拧了下来。好了，公主，没事了。赫连青瑶成功被吓得两眼一翻，软软的晕了过去。公主，公主！陛下，那女子好快的尸首。就见到赫连依转身离去。啊，陛下！阿姐，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他好像瞧见了当初那个被他睡了却没捡回家的野男人。很小的时候，宁恒就常听宁娇传授人生经验。男人嘛，玩玩而已，真心什么的还是算了。这世上的男人分为3种，想出轨没贼胆的，出轨没被发现的，明目张胆出轨的。古代的男人更是一坨。罢了，恒儿啊，你以后结婚把眼睛擦亮点，千万别找个渣男，不然老娘打断他的腿。王爷可是着凉了。今夜起风了，窗棂子响得厉害，可能要下雨了。后院可都打仗出来了。王爷放心，早就收拾出来了。按您的吩咐，稳婆奶娘也都备下了，都是经验最老道、身家最清白的。您对未来王妃还真是上心呢。宁小姐这边请。这几日雨势不断，天气反复，咱们王爷病情又加重了些，时醒时睡的。太医怎么说？太医署的人早快把门槛踏破了，可王爷这都是旧时症候，底子虚了，再多的好药补进去也恰似石沉大海。我进去瞧瞧。陆云珏还睡着，深知被人吵醒的痛苦，也就没叫他。阿恒，你何时来的？怎么叫醒我？衣着不整，实在失礼，让你见笑了。无法，王爷姿容出众，即便不传，也令人赏心悦目。我今日过来，是从朝阳长公主那里听到一则关于王爷的传闻，心中存疑，请来寻王爷确认一二。你问，我定知无不言。听闻王爷早已有心上人，既如此，何不早结成连理，反而应下这冲喜之事？我先说清楚，我不会与他人分享任何东西，包括名义上的丈夫。若此事为真，婚约还是作废为好。心上人？谁？小九同你说我有心上人？公主言之凿凿，让我识相点，别占着你王妃的位置。小九顽劣，约莫是听了一些不着调的闲话，或是被人撺掇，跑来你面前胡言乱语。我自小体弱多病，朝不保夕，自知成婚会耽搁女子一生，故从未有过此念。府里连通房丫鬟都未曾有过，何来心上人？说和女子有所交集，大约是4年前，那时我身子还将就，母亲倒是曾为我相看过安国公的孙女儿，只是她早有青梅竹马的意中人，我只私下同她和她兄长见过一面，为的是商议如何妥善退婚，全双方颜面。此事知晓者甚少，如今她早已嫁作人妇，都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。除此之外，我再无其他与女子深入的往来。既是谣传，便无碍了。王伯，老奴在。安排车驾，我进宫一趟。王爷，您这身子，什么事儿能比您身子更要紧呢？陛下，
瑞亲王殿下求见。快请进来。表哥，小九呢？被蛇吓着了，在自个儿宫里窝着呢。他惹事了？陆云珏便将赫连青瑶跑去宁恒面前胡说八道，声称他有心上人之事，简单说了一遍。当真是被朕惯坏了，愈发无法无天了。怀瑾，你回去好生养着，安心准备当你的新郎官，其余的事情有表哥在。德福，奴才在。长公主身为皇室子弟，受万民供奉，自当修身养性，为万民表率，岂能终日无所事事，搬弄口舌是非？传朕口谕，让小六、小九、小十全部去文渊阁，跟着太傅校对古籍孤本，好好静静心。没有朕的允许，不得随意出宫，让太傅严厉些，朕会随时抽查。奴才这就去。母后，那个宁恒根本不像是个世家贵女，粗鄙无礼，手段还很烂，如何配得上陆表兄？如何就配不上呢？会同大师都批了命，说非他不可，这不就是天作之合？母后，您是没看到，他徒手就把那么长一条蛇捏在手里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他那婢女更吓人，咔嚓一下就把舌头给拧下来了，简直是煞神转世。要是他跟陆表兄成了婚，万一以后拌了嘴，他会不会把表兄也给……净胡说！夫妻相处贵在和敬包容，哪能动不动就打打杀杀？哀家倒是觉得那薛家女身手利落，遇事不慌，倒是颇有将门虎女之风。而且瑶儿，你该谢她救了你才是，怎么背后编排起救命恩人了？母后，我的意思是那条蛇出现的蹊跷，当时我身边那么多侍卫丫鬟都没看到，怎么偏偏就她看到了？肯定是她自个儿带来故意捉弄吓唬我的。朝阳，无凭无据怎能随意揣测他人恶意？人家救了你，你不思感激，反生怨怼，哀家平日可不是这样教导你的。奴才给太后请安，给公主殿下请安。平身。可是陛下找哀家有事儿？陛下口谕，着长乐、朝阳、清宁长公主三人，明日卯时正前往文渊阁，随柳太傅校对古籍孤本，无诏不得擅自出宫，钦此。什么？跟柳太傅去文渊阁，还要校对古籍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皇兄不可能让我去那种地方。殿下，确是陛下亲口谕旨，奴才就是有10个胆子，也不敢假传圣谕呀。母后，我不去文渊阁，我不要见柳太傅，太傅太可怕了，您帮我跟皇兄说说，求求情吧，母后。唉，朝阳，你也知道你皇兄的性子，母后去说恐怕也是不行的。你且安心去待几日，好好跟太傅学学问，总归是有益处的。崔叔，阿简呢？开春了，小李最近有些发性，闹得厉害，简少爷亲自照看去了，说过2日就回。小黎就是宁恒养的猫儿，准确来说是一只吊睛白额虎。他去照看，二弟最讨厌他靠近，别把自己给照看死了。小李最通人性，应当不会。乖宝，走，阿娘给你兑点银票傍身。那这可都是你的婚前财产，收好了。这时一辆装饰极为华丽、四脚挂着金铃的马车从街尾而来。阿姐，小心！小哥，请问这是哪家的马车？好生气派呀！啊，这是崔相府的马车，里边坐着的呀，应该是崔相爷的嫡千金。哎，要说这崔家小姐还真是命好啊！崔相爷3个儿子，就出这么一个嫡出的千金，那从小可真是捧在手心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宠的可是没边儿啊！阿娘怎么了？
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，咱们走吧。崔笑，他那时还小，却依稀记得阿娘真心喜欢过的那人便是姓崔。小姐，方才那青衣女子便是薛府找回来的，赐婚给瑞亲王的正主了。小姐，你别多想，王爷虽然倾心于你，可终究皇命难违。再者，恕奴婢说句逾越的话，就瑞王殿下这身子骨，实在非小姐的良配。小姐，说来也怪，奴婢方才瞧见薛家小姐旁边的妇人的眉眼，竟与小姐您有几分相似呢。巧合吧。阿娘，回家还是去铺子？当初宁娇只是想开个小药铺，养活这一家4张嘴，顺便发扬现代医学，救死扶伤。但一不小心，铺子开的到处都是，钱也越赚越多。店里有你崔叔看着，出不了乱子。走吧，咱们去给这小家伙置办点衣裳鞋袜，总不能生下来光着屁股吧？姐姐，好巧啊，你也来买衣裳吗？正巧呢，我和母亲也是来挑选大婚时的天装呢。姐姐你看好什么，待会儿一起付账便是了。用不着。姐姐，你就不要逞强了，这云裳阁乃是100年的老字号，专程接待达官贵人，一匹布价值不菲，你刚回京城不久，如何付得起呀？阿娘，换一家。恒儿，何必舍近求远呢？这云场阁瞧着料子不错，再说了，你亲生母亲都在这儿，哪里会让你自己付账啊？姐姐，你是平阳侯府的千金，怎么能换别人阿娘？这般作为，把母亲置于何地？这位姑娘，如果我没有记错，你好像也就是个心术不正的接生婆的女儿吧？你都好意思赖在侯府18年，鸠占鹊巢，享受着本该属于恒儿的富贵生活，如今是哪来的脸指责她唤我一声娘？难道你不曾口口声声叫爹喊娘？到底是谁更不要脸呀？啊？我不是。这位夫人，请您慎言，我儿如今是我侯府堂堂正正的养女，我视她如亲生。那巧了不是？恒儿也是我含辛茹苦养大，整整18年，没让她饿着一顿冻着一宿，她唤我一声娘有何不可呀？还有，你们薛家也真是好笑，我原以为你们是真心挂念女儿流落在外受了苦楚，原来是迫不及待接我恒儿回去，替你那上不得台面的养女冲喜的。怎么舍不得你那宝贝养女嫁到瑞亲王府，如今倒摆起亲生母亲的谱了？脸呢？说起来也是啊，这亲生女儿回府这么久，竟连个认亲宴都未办，名字也不曾改。可不是，出门处处带着养女，亲女儿倒像外人，难怪人家心寒。要不是大师说假千金不堪做王妃，这薛家恐怕不会这么快把女儿接回来吧。阿禅记着宁恒的吩咐，第2天上午便将打探来的消息呈了上来。那崔相崔许当年还真的同宁娇有些牵扯。阿姐，要做了他吗？阿禅，怎么动不动就做啊做的，简直太不文明了，让一个自视甚高的渣男生不如死，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在意的东西一点点崩塌，岂不比直接杀了他更有趣味？来日方长，不急。娘，婉儿，明日便是大婚了，母亲心里舍不得，来同你说说话。其实柳氏心底也不太看得起那贺连旭，文不成武不就，无勇无谋。婉儿，娘知道你心气儿高，看不上世子那般性子的，但你要往长远里看，瑞亲王久病缠身，当今圣上又无后宫，子嗣无望。那端王世子虽说粗笨了点儿，但娘能看出他对你是真心的，几乎言听计从。咱们女子做不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，一生的荣辱都系在后宅里。夫君的宠爱是根本，子嗣才是倚仗。你嫁过去后，早日生下嫡子，牢牢坐稳世子妃的位置，将来才有享不尽的尊荣。
这样即便日后世子纳了妾室，有了庶子女，也动摇不了你的位置。娘儿醒的。婉儿，世子年纪轻，血气方刚，又是那样的身躯，于床帝之事恐怕有些贪欢莽撞。这册子你瞧瞧，心里有个底儿。若是世子贪得很，你也别一味纵容，仔细身子要紧。这里头也有些法子，能让你少吃些苦头，甚至拿捏他。听说啊，那真千金自荣出众，却是个可怜的。这瑞娃连成亲都还躺在床上，依我看，恐怕要二做寡妇喽。闭嘴！这话是可以说的吗？你那脑袋要是不要？要我说啊，那二小姐也真是好命，虽是养女，却能嫁入端王府做世子妃。端王世子今日亲自迎亲，风光得很呐。是端王世子来了吗？陛下驾到！臣薛宏远参见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薛青，平身吧。怀瑾身体欠安，无法亲至，朕特来替他迎亲，以全礼谢。天爷呀，这瑞亲王当真是好命，得生生如此爱重。我要是瑞王，便是立刻死了也值了。快呸呸呸！大喜的日子说什么晦气话？被听见，你脑袋真没了。吉时已至，请新娘子出阁。阿姐，当心门槛。劳陛下圣驾，引王妃辞别家人。脚不慎踩到一块松动的石板，王妃小心。然而贺涟衣反应更快，当心点，看路。陛下，微臣斗胆，愿代瑞亲王殿下送阿妹上轿。新娘子上轿，起驾。堂兄，不，参见陛下。端王世子来接新娘子来。新娘跨火盆，财源滚滚进家门。今日和宁恒拜堂的乃是一只大公鸡，一拜天地。拜完天地，再拜主位的大长公主，最后再和那只亢奋的公鸡夫妻对拜。礼成，送入洞房。离开人群视线，宁恒直接就把那张碍事的红盖头给掀了。王妃，您怎么自己把盖头揭了呀？王爷还昏迷着，我不揭谁揭？虽然是这个道理没错，但好歹也象征性等到进了洞房再揭啊。这位新王妃也太不按常理出牌了。行了，没你们事了，去前头找管家领赏吧，我自个儿去找王爷。可这不合规矩啊，王妃。今日在王府，我就是规矩，去就是了。是。王妃。阿婵，银针，给阿姐。宁恒给陆云珏喂了颗黑色药丸，下面也脱了，扎针又配合药浴，忙活完已经过了1个多时辰。阿婵，困了，我睡了，你也去歇息吧。屋子在隔壁东偏院。小姐，世子还未回来，您先用些果脯垫垫吧。世子妃，依这王府的礼数，世子爷未归，您是不能进食的。再者，既已嫁入王府，便不是什么小姐了，该称呼世子妃才是。下人没规矩，主子脸上也无光。是，奴婢记住了。嬷嬷说的是。世子回来了。嘿嘿，婉儿妹妹，我回来了。嘿嘿。世子，吉时已到，请为世子妃掀盖头吧。婉儿妹妹，你今日真好看呀，比画上的仙女还好看。婉儿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喜欢我喝酒？我以后再也不喝了，月地都不沾。婉儿妹妹，你别哭呀，你哭得我心都碎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你们没伺候好世子妃，让她伤心了？世子息怒，老奴不敢。春轩，你是婉儿妹妹的丫鬟，你来说，谁给世子妃气受了？不干嬷嬷的事，世子，是我自己刚离家，一时伤感。嬷嬷，你走吧，我院子不需要你伺候。
世子妃恕罪，是老奴多嘴，老奴该死，求世子妃开恩，饶了老奴这一回吧。世子，嬷嬷也是好心提点，并非有意。婉儿妹妹性子好，但也不是容你们欺负的，本世子说了算。你们都听见了没？都下去，快走，都不许在院子里偷看。婉儿妹妹，饿不饿？先吃些糕点吧，我喂你。多谢世子。夫君，夜已深了，婉儿替你更衣吧。等等，婉儿妹妹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沐浴一下，很快的，你等我。好，夫君，你说呢？是我不好，下次我定然小心一些。我帮你擦些药吧。春轩来就行。夫君，该去给婆母敬茶请安，再耽搁便不好了。王妃，时辰不早了，该去给大长公主敬茶了。王妃，陆云珏睁开眼，昏睡了几天。王妃，您可醒了？嬷嬷，阿恒还睡着，你同母亲说一声，敬茶之事稍待片刻吧，不急。王爷，您醒了。王爷，您感觉怎么样？老奴立马去禀告殿下。殿下要是知道您醒了，不知该有多高兴。嬷嬷，小声些。老奴知道。王爷您快回去躺着，再歇会儿。老奴这就去告诉殿下这个天大的好消息。阿恒，醒了？你呢？身体好点没？好多了。昨夜劳烦你又给我针灸了。昨夜是你我新婚。对不起啊，是我这身子不争气，未能亲自去侯府迎亲。无妨，你的皇帝表哥帮你接亲了，排场大得很。表哥？那拜堂？一只大公鸡，应该还在后厨。依我看，下午便炖了吧，咱俩一起补补。好，我命膳房去处理。是不是该去敬茶了？你先等等，我得先去趟公房。不急这一时半会儿，母亲那边我差人打过招呼。你有孕在身，便不必跪了。是。母亲，请喝茶。大长公主象征性的抿了一口。本宫不喜欢弯弯绕绕，你既已嫁进王府，以前的那些便当作前尘往事。今后你和怀瑾好好的就行。你腹中的孩子生下来，无论男女，本宫都会保他一世富贵无忧。至于能有多大造化，就看他自己的本事了。多谢母亲。阿恒，左右今日无其他事，你能不能陪我进宫一趟？必须去吗？也没有必须，只是我前几日昏迷着，如今醒转，表哥多半是要亲自来王府问候一二的。他政务繁忙，一来一回又得耽搁。左右今日无事，不如我们主动进宫，省得表哥跑一趟，也顺便拜见一下太后。那行，去吧。母亲，请喝茶。他也没有马上接，而是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袖口。娘，婉儿妹妹给你敬茶呢。旁边的嬷嬷见状，递上一个早就准备好的红封。多谢母亲。父亲请喝茶。他接过茶喝了一口，给了个更厚实的红封。旭儿，你先回去歇着吧，我同薛氏说说话，交代些府里的事务。娘，我也想听听，以后也可以帮衬着婉儿妹妹。女人家后宅的事儿，你个大男人懂什么？快别在这里碍眼了。婆母说的对，夫君你且先回去歇息吧，妾身聆听母亲教诲后便回。好吧。薛氏，你可知道自己错在哪儿？母亲恕罪，婉儿愚钝，不知何处有错。哼，好个不知！平阳侯府二小姐，真是好大的规矩。我派人过去替你打理院子的嬷嬷，竟不知是哪里得罪了你。入门第一天，
3言2语就被你撺掇着给打发了回来。不知你是不满那嬷嬷，还是不满我这个当婆母的没能事事都办到你的心坎里？婉儿绝无此意，石夫君觉得院里伺候的下人已然够了，嬷嬷上了年纪，难免劳累，想着嬷嬷做些轻松的活计的。连个老婆子都这般体恤，婉儿可真是有心了。听闻你未出阁时，便是个有孝心的，再过几日，便是王爷生母周太妃的继承。王府历来重视此事，你既入门，便替世子尽尽孝心，亲手抄写20遍《地藏经》，供奉于佛前吧，也算是全了你的孝道，为太妃积攒功德。是，婉儿知道了。阿航，我可以摸摸吗？可以，这小东西晚上比较活跃，现下应当没什么动静，多半在睡觉。阿航，你前夫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的话，脸长得比较出众，是个好人。阿航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会把这孩子视如己出的。怀瑾，你也是个好人。王爷、王妃，宫门到了。你要是不太行，可以靠着我。表兄，陆表哥。阿航，这是长乐长公主赫连清月，咱们的六表妹。朝阳，你们之前见过了。清月见过表嫂，表嫂安好。你好，表嫂。呀，公主殿下唤我什么？刚才没听见呢。表嫂，看表哥气色，身子比先前好多了。此番同表嫂进宫，可是为了面见皇兄？正是。那可能要稍等片刻了。皇兄正在养心殿同大臣商议要事。无妨，正事要紧。那我和阿恒便先去慈宁宫，稍后再去养心殿。阿恒，走吧。两位公主，下回见。是个妙人。哀家瞧着，这孩子怕是有4个多月了吧？稳婆可备下了？快4个半月了，稳婆、乳母皆已候着，娘娘放心。接下来，就孩子孕期注意事项、产后调理等话题，陆云珏和太后展开了深入而细致的讨论。臣弟参见陛下。你我兄弟之间，何必在乎这些虚礼？偶尔一次，表哥也就许了吧。今日感觉如何？可还有胸闷气虚之感？感觉很好，这都多亏了阿恒，他医术极好。昨晚昏诊间，他为我施针用药，今早醒来便大好了。那很好，见到你成家和睦，朕也放心许多。对了，表哥，你体内的热毒近日可有缓解？文太医上次呈上的新方子据说有奇效。老样子。表哥，我听闻当年阿恒流落在外，是被一位极善医术的夫人收养，据说家里有独门的医术传承，疑难杂症皆有奇方。上次母亲身边的刘嬷嬷突发恶疾，太医都束手无策，就是阿恒出手救回的。或许我可以回去问问阿恒，若他方便，应该能替表哥诊疗一二。再说吧，你先好好养着自己，不必为其他事劳神。喝茶，喝茶。这新进的雨前龙井不错。酉时2刻，陆云珏终于还是回来了。怀瑾，你表哥他真的没有断袖之癖吗？当然没有。阿恒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表哥只是因愧疚对我格外照拂，他喜欢的当然是女子。哦，只是随便问问罢了。那人是谁？